跟你们说，这一集真的很有挑战性。我光是站在这里，我就觉得很无聊。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宜兰吗？宜兰不对，基隆我们拍过了，答案是汐止。你对汐止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？汐止又有什么东西呢？有点偏僻，一直下雨。别的地方不下雨的时候，这边都会下雨。汐止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汐止，什么都没有。山好水，好风景。它就是好山好水啊，有大尖山、五指山哈。我不知道你们去了没有？那你们知道汐止有什么历史吗？汐止老街以前有淹水，那你有遇过淹水？没有，那太久了。我们没有。我妈怀孕的时候，她说那时候淹到肚子这边。那一年连续2年都淹水，都淹水啊，都有淹到1层楼这么高了。第2次更高。更高？那你有遇到吗？就是遇到啦。有人觉得汐止是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也有人觉得汐止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在1920年之前，这里叫做水反角，意思是基隆河涨潮到此处就退返，而这里改叫汐止，距今也已经100年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想我们有一样的疑问：关于汐止的过去究竟是长什么样子？为了找到这个答案，我们来到水反角街道博物馆，拜访了一群由汐止年轻人组成的反角咖团队，以及在地文史收藏家姚天进大哥。在这个来来去去的卫星城市当中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些故事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大家都汐止人，那应该就是在汐止认识啊，或者是可能都是彼此的国小同学什么的。对，但就不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都是在台北或其他汐止之外的地方认识的。对，因为汐止人基本上不会待在汐止。应该说那时候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们好像参加看展览啊，然后去参加新书分享会，然后参加活动，全部都是往外面跑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留下来？因为汐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好像也不一定，也许是我们没有真的参与进来。那我们自己可以一起来做什么事情？了解。依据你也是汐止人，5位成员各自在汐止以外的地方相遇。回到汐止，他们把对汐止的观察、认识酝酿成一本地方刊物《来去汐止》。其实我们同时在认识自己的过程，其实别人也很想要认识我们。我们不是只有做刊物的团队，一开始是说他们做文史的，出了刊物说他们做刊物的，然后再说他们做导览的。可是导览也只是我们在用一种形式让别人可以接触我们，彼此交流，跟可以认识这个地方的一种媒介。是。汐止不逛夜市，有离那个饶河街老街去买。然后那个。第一次在带高中生的时候，就带高1吧，然后那时候一起走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前面是没有感觉的，因为他们觉得离他们很远。像我们有经历到淹水的年代，是我们的小时候，所以是一直走到后面，你可能真的看那个淹水线，他才会说哦，就是淹那么高这样。所以你们小时候也是经历过淹水？有。那你们最印象最深刻的淹水是什么？差不多国小阶段的时候有象神跟哪里，因为我们家可能住在高楼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会看到整个就是汐止变游泳池，汐止对，就真的变街道变河道，对，街道变成河道，而且它有点黄黄的土，所以它淹出来水是黄色的。环境冲，就是要开始学习怎样跟淹水共处。说到淹水，对年轻人来说是上一代的事，但对于长辈来说，淹水则是他们的切身之痛。汐止的水患影响的不只是许多老房子古厝的生存危机，更有许多珍贵的老相片难以留存，冲散了许多汐止的记忆。可是汐止其实经过那次淹水，其实很多的照片啊，或者是文物啊，就是对一般的家庭来说，只要泡过水都烂的，那就是丢掉。但其实那时候姚大哥他其实在就是帮大家清理跟维修的同时，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。是，然后我们就把姚大哥叫做汐止记忆的提防。姚大哥是汐止记忆的提防，非常浪漫的一个称呼。而这座水反角街道博物馆的前身，其实也是姚大哥的老家。
淹水之后，姚大哥收藏了那些泡水的老文物、老相片，为汐止留下了一些有迹可循的历史秘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同路，对，大同路火车站对面那一条。这也是2层楼的街屋，对，大正街屋。啊，这个是中正路的老街啊，以前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汐止只要有，大部分我知道，只要有你要是房子去拆掉的话，我就会把它留1、2片。我没地方可以割嘛，所以我就尽量就把它留1、2片当做是纪念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窗户。这个窗户是，有点木头的，然后跟玻璃的，还有红色跟绿色的这种玻璃啊，对，这个亚克力，对，这个不是，这是玻璃，这是真的玻璃，这个玻璃，因为我有把它打破几个，这个本来是四扇，好啊，四扇的话，因为它很破烂，所以稍微因为是卡榫的，所以我稍微把它卡一卡，就又成立一个了。是。那这个窗户是哪边的窗户？哦，这个是我们这陈万喜他们家面对基隆河那边窗户那边拿下来的。姚大哥所说的中正路就是现在的汐止老街，陈家古厝也在这条老街上。汐止老街与我们想象的老街不太一样，对汐止人来说，它就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偶尔上街买菜都是再平凡不过的事。我们也在老街的2端看见了2间古厝，分别是站前的苏家古厝跟在我身后的陈家古厝。而这些古厝呢都是私人的，因此要修护也是需要长时间的处理与沟通。这里算是汐止现在为数很少，算是还有人在使用的房子，那是不是可以做开放？但对于他们来说也很为难，就是这是我们家的房子，我们也还有在使用。那做开放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管理？对，这样子，有这样子的两难啊。但比较庆幸的是，它现在就是持续在使用，所以房屋的状况还不错。从来没来过汐止的你，现在对于汐止有什么样的？如果我只是一个汐止的过路人，我真的不知道汐止有什么，我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跟每个地方都一样的地方。但是藉由这些在地的人告诉我们很多汐止不一样的地方，我就会觉得汐止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地方。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转译者，或是一个媒介，让我们了解汐止。那他们也持续的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直生根，然后一直挖掘更多想要让大家发现的事情。关于汐止，也许它再也不只是淹水的代名词，而是蕴藏着许多温暖故事和回忆的地方。其实台湾也有许多地方跟汐止一样，等着我们去看见它的美。所以看完我们对汐止的认识，你是不是也对自己的家乡拥有更多想象呢？大家最讨厌汐止的地方是哪里？下雨。我要一起回答。没有，也不用了，不用，就大家都讨厌下雨，大家都讨厌下雨。那喜欢下雨，那是什么？喜欢下雨。那喜欢汐止什么地方？下雨。那喜欢汐止的河堤。喜欢汐止的河堤。为什么？